大家好，欢迎回来到白杰车城思想。最近有一些法律政策说，就是去外面的时候要戴口罩。然后我看了一些新闻说，甚至你自己一个人开车的时候也要戴口罩。那我后面有去研究一下，然后发现其实你一个人在车子里面不用戴，但是为了安全。我还是戴了好了。今天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就是也是跟台湾法律有关系的，但是比戴口罩的影响还要大。就是关于入学的事情。我们最近老大，我们有在考虑要不要让他在台湾的公立学校上课。让他去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去网络上，然后找的时候，发现资料很少，然后不是很清楚要怎么样子才可以让他就是政策，所以我们就打电话给政府，然后找到相对的部门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报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外国人。虽然我们住在台湾，然后就是小孩住在这边，然后我们是合法的申请，然后在这里工作。虽然有这些所有的就是条件，然后我们是符合这些条件，但是我们还缺少一个部分，户口。我们没有户籍，因为我们没有户籍，所以我们还没有办法报名。我们后来发现，台湾有一个优先报名的顺序。这个优先报名的顺序呢，它是看你的户籍，所以首先是住在本区域之内就可以申请本区域的学校，然后如果额满了就是额满了，然后没有就是其他人没有机会去报名。如果还有就是还没有满位的话，他会另外再开住外面的人，就是第二阶段，住在台湾有台湾户口的人可以申请其他的区域的学校。然后申请完了以后，如果这些都 OK， 就是都 OK 报名完了，然后还有就是还没有额满的话，那最后外国人可以申请。美国的法律很不一样，美国的法律是说，你如果可以有一些学校，他们可以要求你证明你是住在本学校的区域之内。就是住在那个地区，但是你如果无法提供这些资料的话，或者是甚至你没有家，你没有一个地址，你是个流氓，你如果是就是没有办法证明你是住在那个区域之内，他们没有办法强迫你，他们还是要求你参加学校。你如果是不合法的移民到美国的话，你是外国人，学校你去报名的时候，学校不能要求您证明国籍、户口，或者是任何其他私人的资料。你如果不想要提供你的种族的话，也不需要。你如果就是什么资料，连你是可能在别的国家出生，然后都没有美国的任何资料的话，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是可以上学校。他们不会限制你，因为他们认为每一个人应该要上学校，然后
就是美国公立学校是免费的，然后美国认为每一个人应该要至少上国小、国中还有高中，跟台湾很不一样。我觉得学校上学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如果没有上学，你如果没有学习这些事情的话，就是数学啊，然后看字啊、写字，历史，然后艺术、体育，这是学校提供的这些教育的话，你进步的机会很少。所以我觉得美国要求每一个人上学校，不管他的背景是好的。我也认为，遵守法律是非常好的。然后不合法的移民到美国的人，他们应该要有一些惩罚。他们就是应该要通过正确的方式来入国，然后移民，或者是居留。对，我觉得很复杂，因为已经有很多人是不合法移民到那边，然后有这些保护，然后有这些保护，我觉得不错，因为上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然后那些小孩不应该被惩罚，他们是小孩。对，那台湾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认为，首先就是台湾人为最优先，然后看户籍在哪里来做学校的申请。做这些申请了以后，如果有额满的话，那未额满的话，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到一些其他的人进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导致两个问题的其中一个。第一，台湾的学校太少。如果每一次报名的时候都额满了，然后外国人就是有居留证的或者是外县市的人没有办法报名到学校的话，我觉得外县市的人是还好，但是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外国人就是过来这边，然后居住工作，然后就是奉献他们的时间，然后他们的工作给台湾，投资台湾。我觉得他们应该要有平等的优先吧。如果纯粹是因为想要给台湾人优先的话，我觉得不好。那另外，我觉得如果台湾的学校没有办法符合，只是没有办法接收到那么多人的话，那台湾应该要增加学校的服务，因为教育非常的重要。我觉得教育是一个可以投资花钱的地方。对，你们的想法是什么呢？你们觉得这样子台湾就是排名的方式是 OK 的吗？我很好奇，很愿意跟你们讨论。我认为学校是一个每一个小孩都应该参与到的事情。然后，如果参与到学校变成一个很麻烦或者是一个难拿到的服务的话，那这样子不太好了。今天拜见的神圣事项是如此的，谢谢你们观看。